结婚3周年纪念日，沈雨眠赶到消防队的寝室门口，听见里面传出谈话声：“周队，你确定嫂子会同意？温莹得了渐冻症，寿命最多不超过2年。”周思觉沉声道：“他最大的心愿是举办一场婚礼，正好雨眠下个月要去国外出差，我打算趁这机会把温莹的心愿给圆了。”他语气染上几分宠溺：“走个形式又不领证，你们几个别声张，雨眠不会知道。那行，咱们到时候都别拍照。对呀，让嫂子误会就不好了。”沈雨眠喉间一梗，僵硬地站在原地，匆匆出了金宁市消防局。他拦了辆出租，司机见沈雨眠手中的袋子上印着核磁共振几个字，随口问：“姑娘，生什么病了？”“脑瘤。”沈雨眠说完，见司机露出同情的眼神，他的确得了脑瘤，但不至于威胁生命，只是医生说瘤子的位置不太好，切除的话会损伤脑干海马体，导致术后失忆。目前还可以保守治疗，抑制肿瘤生长，总体建议还是尽快切除。沈雨眠一想到手术后会把周思觉忘得一干二净，心底的苦涩怎么也压不住。他拿到核磁结果，直接从医院过来了，想告诉他这件事。毕竟他们青梅竹马多年，从恋爱到结婚，彼此从来都没有秘密。可沈雨眠没想到，她的丈夫要跟别的女人举办婚礼了，多么可笑！他如果不心虚，为什么要瞒着她？手机响起，沈雨眠按下接听：“喂，绵绵，我今晚要出任务，不能陪你过纪念日了。”周思觉颇为遗憾道：“等回头不忙了，咱们再补回来。”“好。”他淡淡应声，正准备放下手机，沈雨眠看到温莹在2分前发了一条新微博：“食材已备好，等某人下班应。”配图是切好的肉类和蔬菜，还有一张他穿着睡衣坐在轮椅上的自拍。温莹在3个月前遭遇了一场火灾，临近舞蹈比赛，他突然查出患有渐冻症，于是在家点燃木炭，准备结束19岁的花季人生，不慎引起大火。邻居报案后，消防队紧急赶到现场，温莹自杀未果，因此获救。沈雨眠忘不掉那天周思觉上了头条新闻，身高挺拔的消防员打横抱起抑郁症女生，棱角锋利的五官被浓烟缭绕，坚实有力的麦色手臂和少女白皙的肌肤形成鲜明对比。那组照片拍得极具氛围感，在微博和短视频掀起很大讨论度。不少网友调侃：“太般配了，女孩以身相许吧。”周思觉告诉沈雨眠：“别去管网上的这些玩笑话，他是消防员，扑火救人是职责，是担当。”沈雨眠当然不会斤斤计较，直到他发现周思觉和温莹互加了微信。这3个月里，温莹频繁闹着自杀，抑郁发作就会给周思觉打电话，说他不想活了。周思觉总是在深夜急匆匆穿上外套，赶到温莹的家里，不厌其烦地开导她。如今，为了让温莹珍爱生命，作为已婚男人的他，竟然要给她一场婚礼。沈雨眠紧咬着牙关，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眼眶又酸又涩。晚上，他随便点了个外卖，食不知味地吃完。沈雨眠将自己的各项检查报告发给了学医的高中学长。不多时，房门被打开，进来的人竟然是周思觉。他裹着一身寒气，大步走过来，将手中的袋子放在茶几上，思来想去，觉得不能让我的绵绵一个人过纪念日。周思觉俯身亲了亲沈雨眠的额头：“老公忙完任务立刻就赶回来了，不算晚吧？”沈雨眠瞳孔微缩，心间一颤，那点感动还没来得及冒头，就见周思觉从袋中拿出透明餐盒，都是没动筷前我打包好的。他将盖子打开：“你吃完，咱们来想想明天怎么补过纪念日。我跟人换了1天班。”沈雨眠看着餐盒中的3样菜，和温莹发的配菜照片完全一致。他轻声问：“哪来的饭菜？”“哦，是老谢，我们收队后他非要请客。”周思觉顿了顿，说：“闺女钢琴考级过了，庆祝一下。”
沈雨眠看着面前这个说谎不打草稿的男人，明明已经认识了13年，此刻却觉得他很陌生。我吃过了。他淡淡瞥了眼那些菜，胃里一阵痉挛，倒掉好浪费。周思觉将餐盒放到冰箱里，我明天给热一热。沈雨眠看着男人的背影，默不作声。洗漱后，两人上床睡觉，约定明天一起回高中母校看看。凌晨2点，沈雨眠睁开眼，发现身旁的人不见了。浴室的门微微打开一条缝隙，他掀开被子下去，听见里面的周思觉说：“乖，早点睡好不好？别总是想不开心的事。还有，今天那个吻，我就当你是脑子迷糊，一时冲动，不许再有下次了。”娇柔的女生反驳道：“我只是预演一下婚礼当天的接吻环节。思觉哥哥，我知道你对我只有同情和怜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坦荡地接受我吻你？反正婚礼也是假的。你这丫头！”周思觉哑然失笑，到底还睡不睡觉？不是怕脸上长痘痘吗？女孩娇嗔道：“再聊最后5分钟，好不好？行吧？你呀，真难缠。”她的声音里仿佛有无限的包容和宠溺。沈雨眠浑身冰冷，一颗心脏像是被密密实实的黑网缠住，压抑得喘不上气。翌日，窗外阳光明媚，周思觉拿着车钥匙下楼，手里还拎了2箱水果和坚果，准备送给他们高中时的班主任。车子行驶半小时后，他接到一通来电。沈雨眠瞥见了来电人温莹。周思觉眉目凝重，按下接听，那边传来娇柔的抽泣声：“思觉哥，你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四肢又僵硬很多，很快我就不能站起来跳舞了，我还是尽快死掉吧。死了就不会痛苦了，别冲动。”“你别冲动！”周思觉猛地踩住刹车，额角青筋直跳。“温莹，让自己冷静一点，坐下来大口呼吸。”他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语气也十分耐心。“答应我不要做傻事，我知道你最乖了。”“呜呜！”温莹的哭声软软糯糯的。“我好想死，活着太痛苦了。”哐当，是东西掉落在地上的清脆声响。“我真是个废物，镰刀都拿不起来。”闻言，周思觉浑身紧绷。“温莹，把刀放下，我现在就过去找你。等我。”车子紧急掉头，最终停在一处居民楼外。周思觉立刻下车，对沈雨眠说：“我很快就回来。”说完，他就走了。沈雨眠的指甲死死陷进肉里，眼里一片灰败。半小时后，周思觉从小区里出来，身旁跟着一个乌黑长发、哭得双眼通红的女孩。两人一同走到车旁。“这是我妻子沈雨眠。”他对身后人说：“叫嫂子，雨眠姐姐好，我叫温莹。”温莹可怜楚楚地绞着手指，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会不会打扰？”说着，他就要走。“不碍事。”周思觉拉住他的手，打开后座的车门。“你今天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哪儿不许去。”他霸道地将人塞进车里。温莹小媳妇似的缩着脖子，没敢再违抗命令。“老婆，你看见了吧？这丫头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不看严点不行。”周思觉握着方向盘，嘴角噙着一抹无可奈何的浅笑。“真闹腾人呐！”他虽然这么说，表情却没有丝毫不耐烦的痕迹。沈雨眠看着身旁男人的侧脸，突然忍不住在想，他到底可以为温莹付出到什么地步？一遍遍阻止他自杀，还要给他办婚礼，就连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也要带着他一起。“你家里人呢？”沈雨眠从后视镜中和温莹对上视，话音刚落，周思觉立刻道：“别问这个了。他父母离婚后组建了各自的家庭，他是外婆带大的。”沈雨眠一噎，没再多说什么。这时，他收到了学长的回复：庄怀旭不建议持续保守治疗，最好尽快将肿瘤切除，防止恶变。庄怀旭，针对这种病例，英国这边菲勒克伦医院的技术相对成熟稳定，术后反应也比较小。国内的瑞明也不错，但听说手术排期普遍要等半年以上。庄怀旭，
雨眠，失忆总比没命要好。如果你要做手术，随时跟我说。沈雨眠搜索了夏菲勒克斯医院，发现和他下个月要出差的地方在一个城市。他回道：“谢谢学长，我考虑一下。”车子行驶到玉林高中的校门口，周思觉和沈雨眠一起探望完老师，出来时就见温莹手里拎着3杯奶茶，他笑着小跑过来：“思觉哥，这是你的3分糖常规冰双倍椰果。”然后又将另一杯递给了沈雨眠：“雨眠姐，我不知道你爱喝什么，就随便买了一杯，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谢谢。”周思觉接过2杯奶茶，见温莹戳着吸管要喝，严肃道：“你怎么喝冰的？”说着，他夺掉温莹手中的奶茶，又想肚子疼了是不是，就喝一小口。温莹不满地撅起嘴巴：“你喝这个吧，我不爱喝奶茶。”沈雨眠将手中常温的递给他，拉开车门坐进去。3人来到校门口的羊蝎子店，老板一下子就认出了周思觉和沈雨眠。谈起他们上学时总是光临，我记得你们年级组长还跑到店里抓早恋，你刚好夹了一筷子肉喂他嘴里，昔日的美好时光仿佛一下子重现。这位是？老板的目光落在温莹的身上。我妹妹。周思觉又跟老板寒暄了几句，找位置坐下，点的菜陆续上桌，热腾腾的羊蝎子咕嘟咕嘟冒着白气。老板还额外送了2道菜，这些都不辣，多吃一点，你太瘦了。周思觉将餐具用开水烫了一遍，递到温莹的面前。沈雨眠看着满桌的菜，一言未发。他和周思觉都是无辣不欢的人，很少一顿饭每道菜都这么清淡。温莹拿起筷子，动作有些僵硬的夹肉，却没夹起来。我帮你。周思觉眼里闪过一丝疼惜，他把骨头上面的肉全都剔掉，端到温莹的面前：“吃吧，谢谢。”温莹抿唇一笑。沈雨眠觉得，可能是眼前的羊蝎子锅太烫了，冒的热气熏得他眼睛很疼，很想落泪。他所做的一切和高中时如出一辙。明明这些曾经是他的专属，如今却可以轻飘飘地给予另一个女孩。饭吃到一半，有个穿着校服的男生走了过来，他戴着眼镜，掏出手机，腼腆地对温莹说：“你好，能不能加个微信认识一下？”饭桌上的气氛一瞬间降到冰点，只见周思觉阴沉着脸，眸中酝酿着骇人的情绪。温莹犹豫了1秒，从包里拿出手机：“好啊。”说完，他就要加对方好友，一只手伸出制止住了温莹的动作，直接将他的手机收走。周思觉面色不愉地看向眼镜男生：“你哪个班的？班主任叫什么？这次期中考排名多少？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撩妹是吧？”男生瞬间涨红了脸，撒腿就跑。见人离开，周思觉还是摆着一副臭脸。他将手机还给温莹，兴师问罪道：“你真想加他？”“没有。”温莹摇摇头，就是觉得拒绝的话，他很没面子，加了我也会删除的。听到这个解释，周思觉面色稍稍缓和。吃饭吧。一旁的沈雨眠像个局外人，默默地目视着这一切。饭后，温莹去上卫生间。“雨眠，你不开心吗？”周思觉将他耳畔的发丝夹到耳后。“刚才吃饭怎么一直不说话？”沈雨眠直言道：“你对温莹很不一般。”周思觉一愣，随即露出恍然大悟的笑。“原来你是在吃闷醋。”他揉了揉沈雨眠的头发：“我只是把温莹当成妹妹看待，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生命进入倒计时，爹不疼妈不爱。本身我的工作就是救人，能帮一个是一个，当真这么纯粹吗？”沈雨眠刚想开口问，一个拿着拖布的阿姨走出来，大喊道：“有人晕倒了！”周思觉一怔，随即回到餐馆，动作迅猛。很快，他抱着意识不清的温莹出来：“我送她去医院。”他撂下这一句话，看都没看沈雨眠一眼，将温莹轻轻放在后座，驱车离开。沈雨眠站在原地，久久没回过神。嗡，耳朵里传出细小电流般的声响，外界的一切杂音消失不见，
脑袋像是被尖锐的匕首刺入，剧痛难忍。沈雨眠只觉得眼前开始天旋地转，他痛苦地抱住头，身子摇摇欲坠，倒在地上。再次醒来，他闻到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你醒了。医生站在病床边轻声道：“你知道自己脑部长了个瘤子吗？不尽快做手术，晕倒的症状会逐渐频繁。”沈雨眠点点头。这时，周思觉打来电话：“绵绵，对不起，今天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等明年的纪念日，我一定加倍弥补你。”周思觉的声音里满是自责。明年，沈雨眠在心里冷笑：他们真的还有明年吗？当时情况紧急，我能理解。他回答。周思觉轻舒一口气：温莹已经没事了，我等会儿就回家。晚上想吃什么，我去买菜，都可以。沈雨眠不冷不淡地说。结束通话，他脱下病号服去缴费，准备离开时，听见走廊拐角处一道熟悉的女声：“思觉哥哥，今天的预演接吻还没有做。”是温莹。地板砖上的影子倒映出周思觉的身影，他伸出手摸了摸温莹的头：“好了，别瞎胡闹。你和雨眠姐姐结婚的时候，吻她了吗？”“吻了。”“那我们的婚礼当然也要这样。”温莹踮起脚尖，一高一矮的影子渐渐靠近。“思觉哥哥，你吻我好不好？哪有女孩子主动吻人的？”温莹嗓音娇滴滴的。周思觉始终一动不动，气氛仿佛凝滞。半晌后，温莹小声说：“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我也可以找别人。”后面的话被吞噬，唇舌相贴的水声在静谧的走廊响起。足足过了2分钟，周思觉声线暗哑：“不许找别人。”一墙之隔的沈雨眠站在台阶上，他死死地捂住嘴，将所有哭声咽进肚子里，悄声离开。卧室内，窗外微弱的光亮照在沈雨眠哭红肿的双眼上，他目光无神地望向床头柜上的相框，心脏止不住的抽痛。那是高3毕业当天，他和周思觉穿着校服拍的合照。他搂着他的肩膀，在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沈雨眠听见他低声说：“绵绵，毕业快乐，我们好一辈子。”照片中的周思觉笑容帅气俊朗，每次看到这张脸，他总会想起15岁时家中失火，他不管不顾地冲进来，将他救了出去。他的眉峰处至今还留着烧痕的疤痕，他是去眼角的泪。联系到一个民事律师：“您好，我跟丈夫没有孩子，无财产纠纷，请帮我起草一份离婚协议。”信息刚发送出去，周思觉回来了，他手里拎着食材，急匆匆走过来：“绵绵，刚才邻居阿姨说，昨天在医院看见你了，你身体哪里不舒服？”沈雨眠看着他充满关切的神情，回道：“最近消化不太好，医生说没事。”周思觉放心下来：“今天这大虾很新鲜，我给你做海鲜粥吃。”“好。”他挤出一丝笑，看着男人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沈雨眠完全无法想象，在2小时前，他搂着另一个女人肆意亲吻。临睡前，周思觉见沈雨眠背对着自己，心里莫名有些空落落的。他强行将沈雨眠的身子翻过来，紧紧抱住她：“绵绵，你是不是心里有疙瘩？因为温莹嘛，她就是个小女孩，身边又没个知冷知热的亲人，我照顾她呀，就跟照顾自己亲妹妹一样。你要是实在介意，以后她的死活，我都不会再插手。”沈雨眠缓缓道：“人命关天的事不能袖手旁观。再说，我相信你。”周思觉释然一笑，将他搂得更紧。后面1连多天，沈雨眠都是一个人度过的。城南的一处老旧居民楼发生煤气爆炸，消防队紧急对附近所有楼宇进行消防安全排查。周思觉忙得脚不沾地，但每天都会跟他视频聊天。天色暗下来，工作日的晚高峰路况十分拥堵。沈雨眠刚从公司出来，看见周思觉发消息说他明天终于能休息半天了。他打车来到购物中心，准备买一个大号行李箱。还没踏进去，就看见不远处的婚纱店里面，温莹穿着一袭纯白婚纱，
面露娇羞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导购将她的长发挽起，然后又看向坐在沙发上的男人。即便那人背对着沈雨眠，但他仍然能一眼看出他是谁。也不知周思觉说了什么，温莹转了一个圈，笑容甜美娇俏，扑进他的怀里，像极了即将步入婚姻的幸福新娘。眼前这一幕似曾相识，沈雨眠当年和周思觉结婚，也是这样满心欢喜。他看到他穿着婚纱从试衣间出来时，还哭了。相识10年，恋爱3年，终究抵不过新鲜娇嫩的小白花带给他的吸引力。大姐姐，你为什么哭？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走过来，递来一张纸。沈雨眠这才意识到自己此刻满脸是泪，他吸了吸鼻子，努力露出一个微笑。谢谢你。说完，他逃跑似的转身离开。回到家，沈雨眠收到律师发来的文件。沈女士，这份离婚协议只要你们双方签字，就会产生法律效应。他将协议打印好，和婚戒一同放进信封内，然后给庄怀旭发去消息：学长，我决定去菲勒克伦医院进行治疗，麻烦你帮我预约一下手术时间，谢谢。我还有10天左右飞往英国。周思觉是在第2天上午回来的。这几天真是累得半条命都要没了。他将外套脱掉，然后疾步走来，将沈雨眠揽入怀中。绵绵，我好想你。我也想你。沈雨眠抬眸，瞥见他颈侧露出的浅色吻痕，他呼吸一滞，很快移开目光。难得遇上2人都休息，便一起去看了最近上映的电影，在商场逛了逛。绵绵，你是6号去英国出差吧？周思觉似是不经意地问。我争取那天跟队里请个假，送你去机场。不用不用，你忙你的吧。沈雨眠见他停住脚步，顺着男人的视线看去，周思觉的目光落在一家首饰店，展示柜里摆放着多种款式的婚戒。绵绵，要不你去挑一款戒指，就当弥补3周年的纪念日。说着，他就已经自顾自地走进店里，导购接连推荐了好几款婚戒。沈雨眠看见周思觉还拿手机拍了几张图，最后他们随便选了一款对戒。走出商场，周思觉坐到驾驶座上，车子刚要启动，他瞥了眼手机上的新消息，突然道：绵绵，队里突然有点急事，要不我给你打个车回家吧？沈雨眠垂眸笑道：没事，走回去也就10分钟，你快去吧。好，你注意安全。周思觉将车子停在路边，伸手替他将围巾捂严实。到家跟我说一声。沈雨眠下了车，寒风吹在身上刺骨的冷。他就近找了家咖啡店坐下，没几分钟，看见周思觉的车子又开回来了。他重新进了商场，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礼袋，上面印着刚才那家婚戒品牌的 logo。 沈雨眠端起咖啡抿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弥漫在口腔。回到家，他简单处理完一些工作上的事，看见温莹发了一条新微博：我愿意。配图是一只大手勾着小手，2人的无名指上都戴着璀璨夺目的钻戒。嗡，周思觉发来一条消息：队里发布了紧急任务，要去临时支援，这几天不回家了。好。沈雨眠发完，将自己蒙在被子里，卧室里传出闷闷的抽泣声。3天后，沈雨眠加完班，已经晚上9点多钟，天空飘起鹅毛大雪。他沿着这条街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就看见前面的天桥底下聚集了很多人。这天气跳下去会冻死吧？2个帅哥夺美女芳心，好像是那女孩的前男友听说她要结婚了，非要跟人家未婚夫一决高下，谁先游个来回谁就是新郎。沈雨眠抬头，隔着乌泱泱的人群，看见站在天桥上的周思觉，他身旁还有一个身形挺拔的青年。下一秒，2人同时纵身一跃，跳进水里。温莹在天桥上焦急地喊道：别闹了，你们别闹了，快上来。然而已经跳进河里的2人充耳不闻，奋力地挥动手臂，在冰冷的河水中拍打着水面，溅起层层水花。这么冷的天，不要命了吧？就为了个女人，值得吗？
还下着雪，我都不敢想跳进去有多冷。那个女孩好幸福，有2个男人都愿意为她豁出生命。沈雨眠站在角落里默默听着，雪花落在她的围巾上，又很快融化。1年前，周思觉在一次救援活动中不慎从4楼坠落，左腿砸在空调外机上，造成严重内伤。医生说，遇到雨季更要注意保暖，否则以后岁数上来了会更遭罪。他陪着他做理疗，下雨天会将护膝拿出来，提醒他戴上。沈雨眠总担心周思觉在出任务的过程中受伤，时常梦到他在救援中牺牲，然后哭着醒来。周思觉总是向他保证，会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一定和他白头到老。可现在，他全然不顾腿上的旧伤，也忘了自己的承诺，只为了从另一个男人手中将温莹抢走，给对方一场梦寐以求的婚礼。如今周思决心肩上的人早已经不是他了。沈雨眠看着自己的丈夫为其他女人拼命，或许是已经麻木了，心里竟没有太多难过。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黑压压的水面上，只见周思觉和另一个青年的速度都在逐渐变慢，前者领先3-4米的距离。不多时，青年开始发力，手臂拍打水面的浪花甚至都比刚才猛烈许多。2人的距离正在一点点缩小，还有最后200米，周思觉不知道是怎么了，速度明显比刚才慢很多，被追赶上之后还被反超了。哇哦，看来前男友要抱得美人归了，现任是不是腿抽筋了？不出意外要输了。青年已经反超周思觉好几米。这时，温莹站在天桥上大声喊道：“思觉哥，我只想你做我的新郎，加油，我爱你！”话音一落，水中拼命向前游的周思觉仿若吃了一剂定心丸，速度肉眼可见地加快了不少。最后50米的冲刺，只见周思觉身旁的水花越来越大，不要命似的疯狂加速。思觉哥，加油，加油！温莹的声音已然带上哭腔。最后的10米，周思觉再次反超青年，先行游完了1个来回。慢一步的青年气得用力拍打着水面，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什么。看热场的群众逐渐散去，可在水中的周思觉却迟迟没有上岸。有个男人跳进去，将累到脱力的周思觉带到岸上。沈雨眠一步步走上前，站在一棵大树后面：“思觉哥，你傻不傻呀？这么做值得吗？”温莹哭得满脸是泪，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周思觉套上。“乖，别冻感冒了，我没事。”瘫在地上累得奄奄一息的周思觉将衣服重新帮温莹穿好。“我赢了，对吗？”“嗯。”温莹重重点头。“你婚礼的新郎还是我。”周思觉露出心满意足的笑，紧紧握住温莹的手：“答应你的事，我不会食言。”温莹再也忍不住，扑进周思觉的怀中，呜咽起来。男人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在安抚着女孩不安的情绪。沈雨眠目光平静地落在2人身上，随即转身离开。他一个人慢慢悠悠走在路上，羊绒大衣很快落了薄薄的一层雪。沈雨眠进便利店买了一份关东煮，温热的汤汁喝进去，身体瞬间暖和不少。吃完东西，他刚踏出便利店，迎面就遇到了周思觉和温莹。周思觉的眼中有着明显的错愕和局促，但很快又恢复平静。“绵绵，你又加班了？”不等他回答，他赶忙道：“我刚从林氏回来，碰巧遇到温莹，下着雪就想着送她一程。”“你头发怎么全湿了？”沈雨眠问，然后带着充满深意的眼神看向温莹。温莹一怔，躲开他的目光。“哦，我顺道在寝室洗了个澡，怕回来太晚，洗澡的话会打扰你休息。”周思觉笑了笑：“绵绵，咱们回家吧。”沈雨眠刚想开口说话，就感觉大脑一阵熟悉的剧痛传来，还没来得及思考，就晕了过去。再次醒来，他听见身旁有人在说话：“医生，我老婆到底什么情况？”是周思觉，他看起来真的很紧张，手都在发抖。沈雨眠缓缓睁开眼，
看见医生已经将手中的单子交给周思觉，男人的视线落在手中的纸上，面色凝重。沈雨眠心头一紧，完了，周思觉要知道他患脑瘤了，他不想让他知道。你妻子没什么事，血红蛋白比较低，有贫血迹象。医生开口道，可能是近期比较劳累，所以晕倒了，注意休息。闻言，周思觉紧绷的身躯明显松弛下来。好，谢谢医生。沈雨眠愣住，难道他只是做了比较浅显的检查？绵绵，你醒了。周思觉走过来，满眼心疼地坐在床边。你晕倒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知不知道？沈雨眠在心里冷笑，面上却说没事，就是最近加班有点多。周思觉轻叹一声，我去缴费。饿不饿？想吃什么我去买。麦当劳。沈雨眠说，他现在一点都不想看到周思觉，只希望他能从自己面前消失。好。周思觉起身，刚要走，又回来亲了亲他的额头。病房内恢复安静，很快又再次被推开。进来的人是温莹。沈雨眠的目光和他撞上。雨眠姐，你全都知道了对吗？温莹一步一步走过来。我没有要抢你丈夫的意思，只是希望自己能在死之前不留遗憾。等婚礼结束，我会把思觉哥再还给你。好一个还给他，脏了的男人。他沈雨眠不稀罕要。还有，雨眠姐姐，你怎么生病了？温莹将手中的 CT 单拿出来，是脑瘤呢。沈雨眠眉头一皱，我猜你不想让思觉哥知道，所以让我的亲戚医生帮忙隐瞒了。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温莹十分善解人意地说。沈雨眠轻笑一声，我包里有个褐色信封，里面的东西你交给周思觉，让他签字。温莹立刻找到信封里的那张纸，面露惊诧，你最好别让他知道这是一封离婚协议书，否则你们的婚礼可能无法如期举行。沈雨眠说完，就在对方的脸上看到点点笑意，仿佛是胜利者的笑。雨眠姐，其实我也不是有意要夺走你的丈夫，奈何思觉哥对我动了心，他是照亮我灰暗人生的一束光，谢谢你的成全。温莹将那份协议收好，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他很喜欢和我做，一晚上翻来覆去不放过我，怎么求饶都没用。他说你在床上就像一个木头，没有情趣。话落，温莹打开门出去，病房内再度安静下来。沈雨眠躺在病床上，目光无神地望着天花，皮笑肉不笑。原来彻底心死之后会变得刀枪不入。第二天，沈雨眠就出院了。前往英国曼彻斯顿的航班信息已经发送到他手机上，于4天后出发。沈雨眠依旧正常上班，没有表现出丝毫异样。他去了商场的一家照相馆，洗了很多照片出来，这才意识到，原来周思觉已经占据了他生命中一半的时光。初中、高中、大学、婚后生活，每一张合照里几乎都有他的身影。沈雨眠将照片上的男人全部剪掉，只留下自己。他怕手术失忆后，他连自己是谁都忘了。至于周思觉，不必留念。沈雨眠将照片装好，踏进电梯就看到温莹也在里面。这要巧，温莹笑着和他打招呼，沈雨眠视而不见。按下一层，书弟，电梯停在5楼。商场的广播响起：尊敬的顾客朋友，商场目前突发火灾，请您不要慌张，消防队已经赶来，正在做紧急救援工作。很快，呛人的浓烟透过电梯细缝弥漫进来，温莹整个人看起来惊慌无比，手机也没了信号。思觉哥，你在哪里？救我！他一遍遍给周思觉发消息，可聊天界面总是提示红色叹号，消息发送失败。或许是火势太大了，灰白色的浓烟不断涌进来，呛人的烟味越发浓烈。沈雨眠只觉得快不能呼吸了，肺部仿佛被巨大的气球充斥着，呼吸间全是刺鼻的浓烟气息。温莹的哭声越来越大，在逼仄的电梯内格外刺耳。突然，电梯门被打开，只见周思觉站在门外。快，现在出来！
他一抬头，愣愣地看着电梯内的二人。思觉哥，温莹委屈地哭出声。周思觉手中拿着一块湿毛巾，好像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该给谁。气氛僵持了2秒钟。绵绵，温莹的身子很弱，如果吸食过多浓烟，恐怕会出大事。周思觉喉结滚动了一下。我教过你的，一会儿先深吸一大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我带你们出去。说完，他将手中唯一的湿毛巾给了温莹，捂住口鼻，然后强行拉着沈雨眠和温莹的手，带他们从疏散通道出去。这次意外火灾很严重，烟雾弥漫的范围越来越大。咳，沈雨眠感觉整个胸腔都要炸了，下一秒就要晕过去。而一旁的温莹紧紧地攥着那条湿毛巾，看起来毫发无损。绵绵，你再坚持一下，我们就快出去了。周思觉见沈雨眠仿佛要把肺咳出来，眼里流露出疼惜。终于，2分钟后，他们走出了商场大楼，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或许是吸食太多的浓烟，沈雨眠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无力。他被送上门口停放的救护车，进行紧急吸氧，直到回到家，沈雨眠的精神还恍恍惚惚的。周思觉忙完回来，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他面含愧色：“对不起，绵绵，当时情况紧急，温莹的身体你也知道，让你受苦了。没关系，我这不是没死吗？”沈雨眠失笑，他这般大度，周思觉的心里却还是很沉重。他将沈雨眠紧紧抱在怀里：“绵绵，我发誓只有这一次，以后我永远把你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沈雨眠点头：“好，知道了，周大队长。”入夜，身旁的男人睡得很沉，规律的鼾声在卧室响起。他看见周思觉在睡前给温莹发了一条消息，内容是：“雨眠明天出差，等婚礼结束，我会陪你完成每一个遗愿清单。他大概在20天左右回国，至此，咱们就不要再联系了。”凌晨5点钟，沈雨眠起身穿好衣服，悄声带上行李箱离开。他最后望了一眼熟悉的家，在心中默念道：“周思觉，我不会再回来了，愿我们余生形同陌路，永无瓜葛。”寒冬的冷风呼啸而过，沈雨眠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冬日清晨，阳光并不炙热，透过纱窗缝隙照进卧室内。周思觉眉头蹙了蹙，缓缓睁开眼，发现才7点钟，身旁的位置已经空了。今天是沈雨眠出差的第1天，也是他和温莹举办婚礼的日子。在这天没到来时，周思觉承认他是挺期待的，期待能尽快圆了温莹的梦，叫他不留遗憾。可不知为何，或许是因为昨晚将那条湿毛巾给了温莹，害得沈雨眠遭受那么大的痛苦，周思觉心中的愧意越来越浓。所以他在睡前给温莹发去那样一条短信：是时候悬崖勒马了。温莹只是他人生途中短暂绽放的一朵小花，而沈雨眠是他要悉心照料一生的妻子，孰轻孰重，他分得清。周思觉拿起手机，给沈雨眠发消息：“老婆，平安落地后跟我说一声，退出聊天框。”温莹发来一张图片，她穿着洁白婚纱，妆发精致，头顶着一个做工精良的水晶王冠，很像童话世界的公主。抹胸设计的婚纱款式勾勒出温莹傲人的曲线。她本就长了一张清纯的娃娃脸，可身材却十分妩媚成熟，如同一只鲜嫩多汁的水蜜桃，勾人采撷。思觉哥，我好紧张。发完这张照片，温莹又发来一张楚楚可怜的自拍，镜头对准她的五官，隐隐露出雪白的锁骨下方。周思觉看着这张照片，身体一股莫名的燥热，起身进了浴室，穿戴整齐之后，他开车前往婚礼地点。虽然只是名义上给温莹圆梦的一场假婚礼，可周思觉还是定了最好的婚礼场地。梦幻的深蓝色海洋主题也是温莹选的。整个婚礼大厅十分宽敞，但到的人却很少。周思觉只请了几个平时关系好的同事，
温莹那边找来2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悠扬的音乐婉转悦耳。周思觉穿上西装，在造型师和化妆师的手底下装扮完，缓缓走到司仪的身旁。这场婚礼虽然双方父母没有到场，但我知道前往参加的诸位都是新郎和新娘知根知底、最信任的好朋友们，感谢你们来见证2位新人的幸福。司仪说完，望向鲜花编织的拱门那一方，下面有请我们美丽的新娘出场。掌声随之响起，一束灯光打在温莹的身上，她脸上挂着腼腆的笑意，手里握着一束粉白玫瑰，一步一步走向周思觉。看着温莹这张充满幸福的脸，周思觉突然觉得什么都值了。他做了一件好事，帮助一个生命进入倒计时的人圆了最后的梦。司仪按照流程说完誓词，让2人交换戒指，戒指戴上，预示着你们私定终生，白首不分离。新郎，现在你可以亲吻你漂亮的妻子了。柔和的光落在2人的身上，周思觉目光犀利地扫向台下的每个人身上，确定他们没有一个人举起手机拍照，这才缓缓靠近温莹，在她的唇上落下一吻。我爱你。温莹小声道。闻言，周思觉的眼神暗了暗，吻他的力道又加深了几分。望着眼前的女孩，他莫名有些恍惚，好像在看3年前的沈雨眠。足足吻了2分钟，终于结束。温莹将手中的捧花丢到台下，被她其中一个闺蜜接到。周思觉在一旁这看着她和朋友们抱在一起，也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婚礼是假的，但温莹所感受的幸福是真的。1小时后，周思觉开车带温莹离开。趁着沈雨眠这些天不在，他和队里请了假，准备在他出差回来之前，将温莹的遗愿清单全部一一实现。在海边看日出日落，高空跳伞，去福利院陪孩子们玩，在野外露营。温莹望着车窗外的风景，怅然道：“思觉哥，谢谢你愿意抽出时间陪我做那么多无聊的事。就算我日后撒手人寰，也死而无憾。”听到“死”这个字眼，周思觉眉头紧蹙。别瞎说，老公。温莹突然道。他浑身一震。你叫我什么？老公啊？温莹笑得眉眼弯弯。我们举办了婚礼，雨眠姐这几天也不在，在这10几天里，你暂时当我一个人的老公，好不好？周思觉握着方向盘，不置可否。老公，老公，老公。温莹赌气似的叫他。周思觉无奈地摇摇头，忍俊不禁道：“真拿你没办法。”他们一路行驶到20多公里外的度假海滩，目睹了美丽的日出，在海景酒店套房里毫无节制的亲密，直到温莹的身子实在受不住，周思觉才停下。他觉得自己仿佛化身为一个禽兽，只要想到沈雨眠回来后，这段见不得光的感情注定斩断，他就恨不得将温莹拆骨入腹。窗外黑漆漆的，海浪声层层叠叠。温莹看着身旁熟睡的男人，拍了一下垃圾桶里的套子。他和你有用过这么多吗？他将图片发送给沈雨眠，2人之前的聊天记录是一份离婚协议书的照片，下方的签名处，周思觉已经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当时温莹挡住了主要内容，骗他那是一份出游的人身意外险。周思觉看都没看一眼就签了。温莹握着手机，等了又等，都没能等来沈雨眠的回复，渐渐的睡着了。第2天，周思觉醒来时，迷迷糊糊间摸到身旁的女人，下意识喃喃道：“老婆，早安。”闻声，周思觉猛地睁开眼，睡意全无。他看着的面前的女孩，倏地想起什么，立刻找到手机去查看自己跟沈雨眠的聊天界面。他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回复，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周思觉的心瞬间七上八下。他立刻拨打沈雨眠的手机号，那边响了几声，终于接通。喂，听到熟悉的嗓音，周思觉轻舒一口气，问道：“绵绵，你平安落地了吧？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沈雨眠的声音很淡然：“飞机晚点，我刚到酒店，得知他没事，周思觉也就放心了。那你好好休息。”“嗯。”
结束通话，他看向近在咫尺、不敢发出半点声音的温莹，莫名有些心疼。别害怕，周思觉揉了揉温莹的发丝，有我在，你什么都不需要担心。温莹紧紧将他抱住。他们今天的计划是去附近的海滩拍照，再去打卡2家网红餐厅，然后再进行环岛骑行。周思觉突然有些庆幸，还好沈雨眠这次是去国外出差，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和温莹在国内游玩。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边，英国曼彻斯顿，这里比国内慢8小时。此时是晚上11点钟，沈雨眠躺在酒店大床上，开始清理照片。周思觉是个不爱拍照的人，平时他们2人的照片都存在他手机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存照片的云账号，记录着他们从相识到结婚很多点点滴滴的日常。他之前挑选过一些打印出来，只截取了自己。那么这些保存在账号里的合照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沈雨眠选中全部照片，在系统提示是否全部删除时，他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删除。不到1分钟，数千张合照被清空。除此之外，沈雨眠还将每个社交账号发过有关周思觉的内容也一并删除。周思觉在他生命中存在了10几年的痕迹，就这么被轻轻抹去。学长，我已经平安到了，明天可以展开各项术前检查。沈雨眠发完就去洗漱了。第2天，他打车赶到菲勒克伦医院，一眼就看到阔别3年未见面的庄怀旭正在跟患者家属交流。男人身姿颀长，穿着一尘不染的白大褂，挺拔的鼻梁上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整个人看起来清冷金贵。许是察觉到他的视线，庄怀旭下意识抬头，目光和沈雨眠相撞。他简单对家属说了2句，径直朝他走来。10几米长的走廊内，男人步伐匆匆，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和薄荷香侵袭而来。雨眠，好久不见。庄怀旭脸上带着浅笑，抬手扶了扶眼镜。庄学长。沈雨眠扬起唇角，给你添麻烦了，别这么客气。作为医生，治好你的病是我应该做的，更何况咱们还是老同学。庄怀旭语气轻快，一瞬间扫去2人多年未见的局促与尴尬。没吃早饭吧？没有，我知道要抽血。沈雨眠说。庄怀旭点点头，他已经事先为沈雨眠预约好了各项检查内容。所有项目做完，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庄怀旭如今是菲勒克斯医院脑外科团队的手术遗助，主刀医生是个外国人，有着丰富的开颅手术经验。看完所有检查结果，主刀医生确定了手术方案和时间，就在后天上午进行全麻开颅手术。后遗症和国内的医生说的一致，会导致失忆。对此沈雨眠并不意外。饿坏了是不是？庄怀旭脱掉白大褂，套上黑灰色长款大衣。走，附近有一家口碑不错的中餐馆，你应该会喜欢。沈雨眠上了庄怀旭的车，一路上2人聊起不少高中时的事儿。庄怀旭读高3的时候，他在上高1。那时候沈雨眠报名了学校的天文社团，认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同学，也包括庄怀旭在内。他像个百科全书，对天文知识了解得十分全面，从超新星爆炸再到黑洞吞噬恒星，他总能讲解得生动有趣。沈雨眠很喜欢听这些。当时他已经跟周思觉确定男女朋友关系，放学路上就会忍不住跟对方分享这些。可是周思觉听了之后却嗤之以鼻，这种虚无缥缈的理论知识能干嘛？我真不懂，这有什么值得探索的？用双手实实在在地帮助每一个平凡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沈雨眠当时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失落，他发现自己跟周思觉很难同频。可是当他说完那番话，很快上前去帮助一个老爷爷搬箱子，沈雨眠又觉得好像周思觉也没说错什么。直到有次周思觉撞见过他和庄怀旭并肩站在一个天文望远镜前，他气恼道：沈雨眠，你是我的女朋友，能不能跟其他男生保持距离？沈雨眠从那之后就退出天文社团了。
后来，他以为庄怀旭会选择天体物理类的专业，谁知他去学医了。不过，庄怀旭的爷爷年轻时创立了一家医药公司，父母都是外科医生，他会从医倒也不奇怪。3年前，沈雨眠和周思觉结婚，当时庄怀旭刚好回国看望家人，但他并没有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只是送来祝福。对了，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你丈夫他什么时候过来？庄怀旭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学长，我跟周思觉离婚了，就在前几天，他并不知道我过来做手术的事。沈雨眠面色淡然，你能不能作为我的法定代理人签字？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找。方便？庄怀旭立刻回答，他表情还有些错愕。你们怎么会？算了，不聊这个。沈雨眠直言道，他出轨了，所以我选择离婚。闻言，庄怀旭握着方向盘的力道收紧几分，指关节都泛起白色。他知道沈雨眠有个青梅竹马救过他的命，2个人从高中就谈起了恋爱，那时他稍微和沈雨眠走得近一点。周思觉看他的眼神恨不得要吃人。后来，庄怀旭知道他们2人从校服走到婚纱，也颇为感慨。车子很快开到餐厅门口，服务生带着2人落座。的确如庄怀旭所说，这家中餐厅的味道很正宗。学长，这个给你。沈雨眠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里面的内容类似手账笔记，文字搭配着图画和照片。有他去世的父母，有这些年读书时的老师同学，有工作后的认识的同事，但唯独没有周思觉。我很怕手术后会连自己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做了一个这样的本子，麻烦你在手术后交给我。沈雨眠说。庄怀旭随手翻了一页，刚好是高中时天文社团举办的迎新活动，那是一张大合照。沈雨眠在照片下面写道，步入高中生活，我参加了天文社团，认识了庄怀旭学长左，刘雪婷社长右，香娜学姐右。他还写了不少趣事和感悟。庄怀旭看着这些文字，眼眶没由来的发热。他怔怔地看着面前的沈雨眠，只觉得很心疼他。刚经历完一场失败的婚姻，一个人跑到异国他乡做手术，还要面临醒来后失忆的痛苦。他从这份笔记里，只看到了一个女孩不被生活和疾病打倒的勇气和坚韧。雨眠，你别害怕。术后我会陪着你慢慢恢复记忆。庄怀旭眼神真挚，谢谢学长。沈雨眠莞尔一笑，揶揄道，不过周思觉你就不必帮我回忆了。庄怀旭也失笑，眼神落在那张大合照上。对了，我高中毕业后送给了你一个天文望远镜，一直没机会问你喜不喜欢。沈雨眠愣住，是不是用的 Hello Kitty 包装纸？是啊。沈雨眠面露惊愕，嘴角一抹讽刺的笑，原来是学长你送的。收到礼物那天是他的生日，当时沈雨眠一到家就看到门口放着一个粉嫩的礼物盒，兴奋地问周思觉是不是他送的生日礼物。当时周思觉是什么反应呢？他好像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沈雨眠将礼物拆开，看到里面是个天文望远镜，心里还诧异，他明明不喜欢他研究天文，为什么会送这个？周思觉犹豫了几秒，说礼物就是要投其所好。沈雨眠当时开心极了。后来他和周思觉上了大学，搬过2次家，就再也找不到那个望远镜了。原来他和周思觉的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存在欺骗，这实在是太讽刺了。庄怀旭猜测到什么，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车子停在酒店外，沈雨眠和庄怀旭说了拜拜，走进酒店大堂。翌日，他带上换洗的衣物和用品，住进菲勒克斯医院的病房。沈雨眠躺在病床上，将周思觉和温莹的联系方式删除，这才放下手机。再次醒来，他洗漱一番，被送进手术室。刺眼的灯光照在眼睛上，沈雨眠下意识闭上又睁开。庄怀旭穿着手术服，口罩遮住了他的下半张脸。男人温声道：“雨眠，什么都不要怕，放心交给我们，就当是睡一觉。”
沈雨眠点了点头，麻药一点点注射体内，意识逐渐模糊的最后一刻，他在心中默念：拥抱新生，忘掉过去。7小时后，手术室的灯灭下来，庄怀旭紧绷的身躯逐渐放松下来。他看向还处于昏迷状态的沈雨眠，眼神柔和了几分。手术过程很成功，因为是脑部手术，沈雨眠被推到重症监护进行观察。时间1分1秒过去，沈雨眠终于在4小时后睁开眼。他看着自己身处的环境，眼里全是茫然。雨眠，不要乱动。庄怀旭站在病床边，你刚做完开颅手术，目前需要静养观察。我是你的医生，庄怀旭。沈雨眠半睁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起伏。我生病了。他的大脑一片混沌，杂乱的记忆涌出来，如同黑白旧电影在脑海中播放。可是出现的每张面孔都是那么的陌生，眼前的这位男子他也不认识，可对方穿着白大褂，态度温和，让沈雨眠的防备心降低不少。有哪里不舒服，要及时告诉我。庄怀旭嘱咐道。沈雨眠嗯了一声。2天后，他转入普通病房。这个给你。庄怀旭将那个笔记本递给他。术前你说很怕自己手术后会忘记一些事，所以记录了下来。谢谢。沈雨眠接过本子，目送庄怀旭离开，翻开第1页开始读。病房内静谧无声，只有沈雨眠轻轻翻动纸张的轻微声响。他用了40-50分钟，将自己20多年的人生快速阅览。沈雨眠是他的名字，今年28岁，单身未育，父母双亡。之前在国内做视觉动画工作，因为脑瘤来到英国进行手术。他品学兼优，喜欢吃浓度很高的巧克力，对天文和野生动物很感兴趣。读书时就经常拿校级奖学金，工作后和领导同事的关系也很不错。这次因为手术的事，辞退了国内的工作。沈雨眠合上本子，目光呆滞地看着天花板。如果说刚从手术中醒来时，他更多的是无措和彷徨，而此刻那颗漂浮不定的心却渐渐踏实下来，因为他对于自己是谁有了一定认知，也对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心中有数。沈雨眠后面又在医院住了1个星期，所有指标都很正常。第10天时，医生查看了他头皮的伤口，做了拆线处理。庄学长，谢谢你一直为了我忙前忙后。沈雨眠这些天和庄怀旭的关系又亲近不少，等我出院请你吃饭。庄怀旭很开心看到他康复痊愈的样子，笑着说好。阳光照在沈雨眠的身上，他正在用电脑做简历，准备等身体彻底康复之后，在这里找一份新工作。彼时，大洋彼岸的凝视是晚上7点多钟，淅淅沥沥的小雨砸在地上，柏油路被车灯照得油亮亮的。思觉哥，谢谢你这些天陪我。温莹解开安全带，脸上全是不舍。我们就到这吧，回去之后我会将你的所有联系方式删除。周思觉应了一声。这10几天里，他们除了游山玩水，就是无节制的上床，离沈雨眠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而他也是时候和温莹一刀两断。那我走了。温莹拉开车门，做事要下去，身子还没探出去，她的胳膊被男人一把抓住。周思觉将人按在车座上，用力啃咬着温莹的双唇。安静的车厢内传出暧昧的声响，直到许久，他才放开对方。思觉哥，你是不是舍不得我？温莹一双眼睛水汪汪的，她搂住周思觉的脖颈，抽泣道：怎么办？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我是个坏女人，爱上一个有妇之夫。我是不要脸的小三。不要这么说。周思觉打断他，他的指腹轻轻摩挲着温莹红肿的唇。如果你舍不得，那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只是委屈你，不能给你任何名分。温莹抬眸，眼里满是欣喜。我不要名分，只要你能陪陪我就好。黑色的 SUV 很快轻轻摇晃起来，
1小时后，周思觉食髓知味地下车，将双腿发软、走不了路的温莹抱上楼。出了小区，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很多天没跟沈雨眠联系了。最后一次聊天是他说未来几天公司安排和英国那边的项目公司进行集训，不能和他闲聊和视频。周思觉这些天忙着和温莹厮混，当然求之不得。现在想想，他真的太久没跟沈雨眠聊天了，心里还怪想念的。掏出手机，他给沈雨眠发送过去一条消息：绵绵，这会儿有空吗？是个频，聊天界面弹出一个红色叹号。您好，不是对方好友，请开启好友验证。周思觉眉心一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什么情况？沈雨眠把他拉黑了。周思觉的第一反应是，他可能不小心拉黑错人了。于是他又去拨打沈雨眠的手机号。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轰隆，头顶仿佛炸开一道惊雷。周思觉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反反复复去拨打沈雨眠的号码，怎么打都无法接通。显然，他把他的手机号也拉黑了，微信、手机号全部联系不上。这真的还是巧合吗？周思觉的心跳不自觉加快，他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沈雨眠出事了，手机或许并不在他本人的手里。绵绵，绵绵，你别吓我！周思觉在心里默念。他从未如此紧张过，心脏仿佛快要从胸腔中跳出来。想到他此刻在异国他乡被坏人绑架，周思觉心中的恐惧就开始无限放大。他将车子开到沈雨眠公司，大步流星走到电梯里。这个点写字楼里还有很多在加班的人。周思觉神色匆匆地走进办公区，眉头末尾地问道：动画设计部的沈雨眠是去了哪个城市出差？他可能遇到危险了。你们谁知道？快点告诉我，沈雨眠的直属领导是谁？这时走过来一个40-50岁的中年女人，她穿着干练的女士西装，面目严肃。这位先生，你和沈组长是什么关系？我是她的丈夫。他这些天一直没有跟我联系过。周思觉深吸一口气，你们到底把他派到什么地方出差了？沈雨眠已经离职了很多天了，他没告诉你吗？中年女人眉头微蹙，这里是办公区，请不要大声喧哗。离职？周思觉喃喃道。他僵硬地站在原地，许久没回过神来。微信、手机号拉黑他，离职也不告诉他。周思觉额角青筋突起，强烈的不安快要将他吞噬。和沈雨眠相识10几年，他们有过争吵冷战，但从来没有过将对方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的情况。离职这么大的事，居然也瞒着。周思觉能想到的就是沈雨眠生气了，气他那晚将湿毛巾给了温莹。现在想想，这件事他确实做得不妥，可是他至于做到这种地步吗？回到家，周思觉颓然地坐在沙发上，看到温莹发来新消息，是一张对镜自拍。她上半身穿着卡通睡衣，下面露出白生生的双腿。周思觉看着照片，只觉得索然无味。他现在只想赶紧联系上沈雨眠，否则无法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事上。可是他要怎么找到他？周思觉临时买了一张手机卡，用这个号码去拨打沈雨眠的手机号，结果还是无法接通，所以大概率是他将之前的号码注销了。这一猜测更加让周思觉心惊肉跳。沈雨眠难不成还一直不回来了？周思觉抬眸，将倒扣在床头柜上的相框拿起来，在看到照片时，瞳孔猛地紧缩。他已经很多天没回家了。此时才注意到，原本相框中的那张高中时期的合照，竟然被裁剪了一半。照片中的沈雨眠消失了，只剩下他自己。周思觉握着相框的手都在颤抖。他恍然间意识到，沈雨眠这次好像不仅仅是生气那么简单。这时，局里打来电话，通知他明天务必归队。周思觉几乎是彻夜未眠，天一亮，他不得不先回局里忙事情，直到晚上9点钟才闲下来。周队，
嫂子怎么突然把我的微信给删了？林子晨举着手机过来，我记得你之前说嫂子要去英国出差，想着看看她有没有发点国外的照片，结果给我单删了。周思觉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林子晨不明所以地挠了挠头，怎么了？你俩吵架了？没有。周思觉撂下这2个字，转身离开。他猛然间才发觉，若沈雨眠一直不主动出现，他根本就无法找到他。就算沈雨眠真的去了英国，他要怎么知道他具体在哪里？同时，周思觉也忍不住幻想，或许沈雨眠只是一时生气，等气消了，他就会回来。抱着这样的乐观念头，又等了1个多星期，他还是没能等来沈雨眠的任何消息。周思觉再也坐不住了，下班后去了警局，称妻子沈雨眠失踪1个月未回家，跟警察报了他的身份证号。警方迅速调取了有关沈雨眠的个人信息，不禁问道：沈雨眠目前的婚姻状况是离异，你确定她是你的妻子？周思觉呼吸一滞，仿佛被一块大石头砸得晕头转向。他俯身凑近电脑屏幕，错愕地看着“离异”2字，只觉得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太真实。不可能，我和他没有离婚，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夫妻关系。周思觉茫然地摇着头，一只手重重地掐了一下腿，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几名警察看了看周思觉，都纷纷摇头。哎呀，你是不是离了又后悔了？现在想让我们帮你找前妻的下落，这个属于人家的隐私。既然你们已经不是夫妻了，当然不能告诉你。我们真的没有离婚。周思觉厉声反驳道。可是没有一个人信他的话，他都不知道是怎么从警察局离开的，脑子乱成一团麻，好像快不会思考了。多可笑！明明他和沈雨眠是法律承认的夫妻，怎么就一转眼离婚了？就算沈雨眠想离婚，也不可能一个人就走完全部的离婚流程。可是不论他再怎么辩解，在信息库那边，他和他已经不是夫妻了。这一事实仿佛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周思觉多日来的烦闷情绪顷刻间爆发，他一拳砸在地上，手背血肉模糊。绵绵，绵绵，你在哪里？他的呼唤不会等来任何回应。周思觉回了家，电梯门缓缓打开，他一抬头就看见一抹纤瘦的身影背对着自己。绵绵，你回来了！巨大的欣喜漫上心头，周思觉快步走过去，对方也随之转过头，是温莹。他眼里的光瞬间暗淡下来。思觉哥，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他手里拿着几张医院的报告单。周思觉神色淡漠，强烈的落差令他什么都听不进去。温莹将手中的几张纸递过去，喜极而泣道：我之前的诊断是误诊，我没有得渐冻症。医生说肌无力和渐冻症在个别症状上太相似了，所以之前那家私立医院诊断错了。太好了，我不会死，我还可以好好活着。说完，他这才发现周思觉没有什么反应。温莹脸上的笑意凝固，他有些失落地问：思觉哥，你不为我开心吗？周思决定定看了温莹几眼，不咸不淡地说：恭喜。话落，他打开房门进去，温莹紧随其后。看见人进来，周思觉莫名的有些烦躁。他看着温莹缩头缩脑的拘谨样子，又想到如果不是他因为渐冻症闹着自杀，他们又怎么会相识？若是从未和温莹有过交集，他这些日子里也不会鬼迷心窍冷落了沈雨眠，从而导致他俩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思觉哥，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温莹小心翼翼地问。没有。周思觉打开冰箱，拿了一罐啤酒。下一秒，他的腰身被人环住。我能做点什么，让你开心一点吗？女孩的声音很温柔，仿佛在努力抚平他的躁意。周思觉转过身来，就看见温莹已经一件件将自己的衣服全部脱掉。我去洗澡。她娇媚一笑，走进浴室。周思觉看见温莹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在震动，顺手按了接听，是个快递员的电话。通话结束后，他的指尖不小心碰到微信，
猛然看见一个熟悉的头像，是沈雨眠。温莹居然一直在跟沈雨眠联系吗？周思觉点进两人的对话框，入目便是一堆红色叹号。温莹发的消息全都被拒收了，可他这些天还是在孜孜不倦地骚扰对方。他很喜欢在车上和我坐，还说你从来都不同意，一点情趣都没有。这是思觉哥哥最喜欢看我穿的一套蕾丝套装，我每次穿上它都会化身为狼。看来你没把自己老公喂饱呀。他陪我看星星，看日出日落，陪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你说他心里有没有我呢？他说他想继续和我保持目前的关系。除了这些话，他还给沈雨眠发了很多不堪入目的图片。就在周思觉庆幸这些消息全部被拦截的时候，他的指尖滑动到最上面，是一份离婚协议书，而下方的周思觉3个字，正是他亲笔落下的。周思觉目眦欲裂地盯着眼前的这份离婚协议，瞬间想起他签下自己名字时，温莹告诉他这是一份保险书。难道是温莹逼迫沈雨眠和他离婚的？浴室门的打开，温莹一身水汽走出来，啪的一声巨响，他的手机摔得4分5裂。沈雨眠去哪里了？周思觉一步步走过来，周身的气压极低，眼神里翻涌着骇人的光芒。温莹害怕地后退一步，我不知道。说，周思觉伸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力道一点点加重。温莹只觉得空气愈发稀薄，再不喘气就要窒息而亡。他好像去了英国曼彻斯顿。他脸色涨红，拼命去掰开周思觉掐着他脖子的手。放开！嗨！周思觉松开手，冷漠地看着温莹的身子摇摇欲坠，瘫在地上大口呼吸。想到刚才在他手机里看到的污言秽语，他完全无法想象平日里乖巧甜美的温莹会有这么丑陋的一面。他怎么会对这种蛇蝎心肠的恶毒女人感兴趣？真够掉价的！赶紧滚！周思觉用鞋尖踢了踢温莹，别再让我看到你！思觉哥哥！温莹软弱无力地爬起来。我知道自己对雨眠姐姐做了不可饶恕的事，可她并不是因为我发的那些内容才离开的。雨眠姐姐早就知道我们的事了，是她让我把离婚协议书交给你签字。我承认自己有私心，不想让你那么快知道她离开的事。温莹颤颤巍巍地站在周思觉的面前，满脸是泪。思觉哥，你不要自责，全都怪我，是我勾引你的。现在雨眠姐姐已经走了，你们不再是夫妻关系，我也不用再受病魔折磨。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我们已经举办了婚礼，就差领证。啪！温莹的头偏过去，白皙的脸蛋上出现5个鲜红的手指印。我说滚！周思觉眼神阴冷，浑身透着疏离。温莹受伤地咬住唇，胡乱穿上衣服，捡起地上的手机跑了出去。房间内恢复寂静，周思觉闭了闭眼，接连扇了自己好几个耳光，双膝跪地。绵绵，对不起绵绵。只要一想到沈雨眠发现了他出轨，一声不吭地选择离开，他的心就止不住的抽痛。他伤害了他，哪怕拼尽全力，他也要挽回沈雨眠的爱。周思觉完全无法想象后半生没有沈雨眠在身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他跪了足足1个小时，僵硬着身躯站起来，开始准备出国签证需要的各种证件。局里得知他又要请假，而且归期不定，直接降了他的职。周思觉没有半点怨言，只要能把沈雨眠找回来，哪怕让他付出生命也可以。等待签证下来的日子，周思觉度秒如年。他去了沈雨眠可能会去的任何地方，都一无所获。15天后，他终于拿着签证登上前往曼彻斯顿的飞机。长途飞行结束，周思觉踏入异国他乡，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面孔，最初的兴奋转为无力。这世上这么多人，他要怎么找到沈雨眠呢？周思觉漫无目的地找了4、5天，后来加了几个华人群，准备发布有关于沈雨眠的寻人启事。他想从手机里找一张沈雨眠的照片，竟然一点都找不到。平时都是沈雨眠喜欢拍照，
两人的合照都在他的手机里存着，他的朋友圈里也从来没出现过沈雨眠的影子。书弟，周思觉想起什么，他从兜里拿出钱包，夹层里刚好有一张他和沈雨眠去年出去玩时拍的照。周思觉正举着手机要拍，钱包突然被人抽走，小偷动作迅速地朝人流多的地方跑去。周思觉追了对方2条街，还是把人追丢了。钱包里只有几张纸币，没什么重要证件。可惜的是，他失去了沈雨眠的最后一张照片。周思觉懊恼地叹声气，手用力扯了扯头发。不远处的咖啡厅，庄怀旭刚要带着沈雨眠出去，眼神定睛落在那个高大挺拔的男人身上，他瞳孔一震。沈雨眠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站在原地扇自己耳光的亚洲男人，他不解地皱起眉。那个男的怎么了？庄怀旭见他这副完全看陌生人的态度，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畅快。他把周思觉这个混账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挺好的。思及此，就见马路对面的周思觉大步流星走过来，但他的眼神并没有注意到他们二人。庄怀旭将沈雨眠的帽子给他戴上，瞬间遮住了沈雨眠的大半张脸，只露出尖尖的下巴。周思觉进了咖啡厅，而庄怀旭和沈雨眠正要出去，三人就这么平静地擦肩而过。上了车，沈雨眠察觉到庄怀旭的脸色不太对劲，便问道：“学长，你心情不好吗？”“没有。”庄怀旭自然而然地将他帽子摘掉，又替他将安全带系上。男人身上浅淡的冷冽香味萦绕在鼻息。沈雨眠侧目看着正在开车的男人，冷不丁地问：“学长，那天去你家里，我不小心看到了你的电脑桌面，是一张卡通手绘，少年和少女站在天文望远镜旁边眺望星空。这张图似曾相识。”后来，沈雨眠在自己手术前留下的笔记里找到了，是他和庄怀旭的一张合照，照片是社长拍的。“学长，你是不是喜欢我？”沈雨眠说完，才意识到自己问得过于唐突，脸颊跟着发烫。从手术醒来到现在，庄怀旭一直无微不至地陪在他身边，而他们又是高中同学，他也愿意不远千里到这里找庄怀旭做手术。可想而知，他对他很信任。直到那晚去庄怀旭家里做客，他不小心看到他的电脑桌面，一个猜想开始滋生：庄学长是不是喜欢他？如果喜欢，为什么这么久了，他们都没有在一起呢？沈雨眠静静地看着身旁五官深邃的男人，觉得对方不管是长相、气质、性格，都很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雨眠，庄怀旭喉结滚动了一下，他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我的确一直都喜欢着你，准确来说是暗恋，也做好了这辈子不将就的准备。可我没想到你会因为我的一句话，愿意来英国做手术。你喜欢我，为什么不向我表白？”沈雨眠有些羞涩地垂着眸，还是鼓足勇气道：“虽然不太清楚我之前和你是怎么相处的，但这1个月下来，我觉得你会是我的理想型。”庄怀旭温柔、冷静、博学多才，和他的兴趣爱好也一致。沈雨眠真的想不通，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和这么优秀的男人在一起。因为你，庄怀旭欲言又止，最终话锋一转：“因为你拒绝了我的表白，说以学业为主，后来我就出国了。”他想起沈雨眠在术前说过，不要帮他回忆起周思觉这个人。如今他刚做完手术没多久，提到那段婚姻，或许会刺激到沈雨眠。不可能，沈雨眠坚决道：“你这么好，我怎么会拒绝你？”庄怀旭耳根一烫，他突然发觉自己有些招架不来如今热情直求的沈雨眠。他的眼神过于热烈真挚，没有半点假意。“庄学长，我们在一起吧。”沈雨眠说。庄怀旭眼睫微颤，一颗心仿佛浸泡在蜜罐里，甜滋滋的。他有多少个日夜，经常想起那个温婉聪慧的小学妹，她总是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自己，然后莞尔一笑。有时候他也会觉得遗憾，如果是自己先遇到的沈雨眠该有多好，他愿意为了他赴汤蹈火。
让他做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如今，庄怀旭突然卑鄙地感到庆幸周思觉那个王八蛋不懂珍惜，弄丢了沈雨眠，从而让他趁虚而入。雨眠，你真的也喜欢我，想和我在一起？庄怀旭屏住呼吸，此刻幸福地觉得像是在做梦。当然，沈雨眠重重点头，他分得清是什么是喜欢。在发现庄怀旭的电脑桌面是他们高中时期的合照时，沈雨眠的第一反应是说不上来的喜悦。原来他喜欢自己，这一事实让他很害羞，也很激动。过了年就要28岁，人生还能有多少个10年可以浪费？或许自己曾经真的是因为学业而拒绝了庄怀旭，可他现在只想牢牢把握当下的幸福，不留遗憾。雨眠，你知道吗？这一天我等了太久。庄怀旭深吸一口气，眼眶有些酸涩。下一秒，他唇上一热，是沈雨眠在亲他，一个蜻蜓点水一般的亲吻。他的耳根子发红，若无其事地望着窗外。庄怀旭失笑，轻声靠过去，压低嗓音问：“雨眠，我可以吻你吗？”沈雨眠缩了缩脖子，小声地嗯了一声。庄怀旭的吻很温柔，可也很霸道，直到沈雨眠喘不上气，推搡他的胸膛，庄怀旭才不舍得离开他红肿的唇。男女朋友关系就这么确定下来。沈雨眠在半个月后收到了一家动画公司的 offer， 靠着之前过硬的工作经验，他很快就上手了新工作。虽然失忆忘记了很多人和事，但对于专业技能似乎没有任何影响。庄怀旭即使再忙，也会送他上下班，同时他也派人暗中盯着周思觉的一举一动。对方每天都在漫无目的地寻找沈雨眠。很快，他的签证到期，不得不回国。庄怀旭一直有意不让沈雨眠和周思觉撞上。周思觉一走，他也不用时时刻刻关注对方的动静。交往的第4个月，沈雨眠住进了庄怀旭的公寓。他们养了一只猫，两人都空闲的时候会一起去看电影、听音乐会，在周边国家旅游，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1年后，沈雨眠因为要给父母扫墓，和庄怀旭一起回了国。天空阴雨连绵，墓园里冷冷清清。伯父伯母，我是雨眠的男朋友庄怀旭，抱歉这么久才来看你们。庄怀旭将手中的黄白菊花放在墓碑前。雨眠和我定居在英国，我们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打算在年底结婚，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祝福。沈雨眠鼻子酸酸的，和父母说了很多话，直到雨势越来越大，他们才离开。来到山脚下，沈雨眠正要坐进车里，就听见一道响亮的男声传来：“绵绵，绵绵。”他下意识循声望去，就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朝自己飞奔而来，还来不及做反应，他就被对方紧紧地抱在怀里。男人像是要将他揉进血肉之中，力道很大。沈雨眠用力挣扎，放开。很快，那抹束缚他的力道消失。庄怀旭一拳将周思觉砸倒在地，将人护在自己身后。周思觉的身上全是泥污，他站起来，这才看清庄怀旭的脸：“是你。”说完，他没再多给对方眼神，直勾勾盯着沈雨眠：“绵绵，你终于回来了。我知道我伤透了你的心，可是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能没有你。你是谁？”沈雨眠疑惑地看着眼前的人：“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闻言，周思觉傻眼了，他双眉拧紧，震惊地看着这个朝思暮想的脸庞，可却没从他的眼睛里看到半点恨意或是波澜，有的只是茫然。他好像真的不知道他是谁。“绵绵，我是周思觉，你的丈夫。”周思觉说完，视线终于落在庄怀旭的身上，二话不说就挥起拳头砸向对方。“他妈的，是不是你搞的鬼？你对绵绵做了什么？”庄怀旭躲闪及时，并没有被对方伤到，可一旁的沈雨眠却吓坏了。他心疼地上前查看庄怀旭的伤势，满脸紧张。周思觉僵硬在原地，就这么看着沈雨眠疼惜地抚摸着另一个男人的脸，心脏像是被密密实实的黑网束缚住，快要喘不上气来。
他怎么能和其他男人这么亲密？沈雨眠的眼里应该只有他一人才对。周思觉咬紧牙关，只觉得自己快被妒火席卷。绵绵，这个男人是个骗子，他高中的时候就是个阴沟里的老鼠，想破坏我们的感情。周思觉恨恨道：“我不知道他都对你做了什么事，让你如今忘掉了我。可是请你相信我，我们真的是夫妻，还是青梅竹马。我在一次火灾中救过你。”夫妻，沈雨眠真的不懂为什么这个陌生男人一上来就如此冒犯。既然是夫妻，你为什么会不知道我身患脑瘤的事？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和你是夫妻关系？脑瘤。周思觉在听见这2个字时，呼吸一滞，他的大脑在短时间内飞速运转，瞬间明白过来。所以沈雨眠在做完脑瘤手术之后失忆了，庄怀旭趁机骗她，他是她的男朋友。绵绵，你现在失忆了，你不知道你以前有多爱我，我们从高1就开始恋爱了。说着，周思觉从兜里掏出手机，在相册里翻到好几张图片。之前发觉沈雨眠将他们所有合照删除后，周思觉不得不联系了一遍所有高中同学，在他们里找到了一些自己跟沈雨眠的照片。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合照。周思觉将手机屏幕递到沈雨眠的眼前，身边的同学都知道咱俩在谈恋爱，就连班主任都知道。如果你不信，可以去问问他们。沈雨眠垂眸看着那些照片，每张合照里，他都和眼前这个男人站在一起。从肢体接触上来看，的确比其他人看起来要亲密一些。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在自己手绘的笔记本中呢？绵绵，你被庄怀旭给骗了，他一直想破坏我们的感情，趁你失忆，是不是骗你？他才是你的丈夫。周思觉贪恋地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脸，直到现在还觉得不真实。沈雨眠真的出现了，不管用什么办法，他都要把他夺回来。这位先生，沈雨眠口吻疏离，你刚才说之前伤透了我的心，或许这也是我没有在笔记本中记录下你存在过的根本原因。即便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我也不想再去了解。现在我很幸福，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说完，他主动牵起庄怀旭的手，走向车子。绵绵，那些事我都可以给你解释，你别被这个混账给骗了。周思觉眼睁睁看着沈雨眠坐在副驾，不带一丝留恋地关上车门。他猛烈地拍着车窗，大声叫他的名字。可很快车子扬长而去，周思觉孤零零站在原地，脚边还有一束准备给沈父沈母送的菊花。沈雨眠回来了，可是他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想到他刚才担心庄怀旭伤势而露出的表情，周思觉就恨不得把庄怀旭挫骨扬灰。明明他的关心是他的专属，一股闷闷的隐痛从心脏迅速蔓延全身，难受的他快要无法呼吸。周思觉一拳又一拳砸在地上，血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他却好似感觉不到疼痛。沈雨眠，我一定要把你抢回来，你是我一个人的。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滴落，车内后视镜中的那抹身影越来越模糊，直到消失不见。庄怀旭终于开口：“雨眠，你想问什么，直接问吧，我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没什么想知道的。”沈雨眠仿佛并没有被刚才的事所影响，他没有出现在我的笔记本里，说明已经不是值得记住的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他只想把握好当下的幸福。好，如果你想知道，可以随时问我。庄怀旭尊重沈雨眠的想法，并没有再多说什么。后面几天，他们一起逛了几处旅游胜地，顺便去了瑞明医院，给沈雨眠做了术后复查。医生说各项指标一切正常。从医院出来，沈雨眠跟庄怀旭去了附近的购物中心，准备买一些礼物送给英国的朋友们。踏进商场的旋转门，他一眼就看到一家婚庆公司品牌在门口摆放的宣传海报，是婚礼场地的各种主题，要不去看看？庄怀旭见他看得入迷，拉着沈雨眠的手走进去，导购拿给他们一个厚重的手册，
上面是正式婚礼的效果图。庄怀旭的家人都在国内，所以他们年底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沈雨眠翻着手册，和庄怀旭一致认为那组名为繁星点点的主题最好看。这里还有，都是实景实拍。导购又递给他一个册子，上面都是之前举办过婚礼的新郎新娘采用过的主题。沈雨眠随意翻开一页，正想说不用了，就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是那天口口声声称是她丈夫的男人。照片中的他搂着一个娇小可爱的女孩，笑得一脸甜蜜，西装革履，纯白婚纱，交换戒指，亲密接吻。绵绵，一道男声突兀地传来，只见周思觉的身后跟着一群人，他们冲沈雨眠打招呼，嘴里叫着嫂子。周思觉惊慌地跑过来：“你不能嫁给庄怀旭，你一直爱的人是我，我就是你的丈夫。”沈雨眠垂眸看着册子上的男人，又抬头看向周思觉：“绵绵，求求你赶紧想起我好不好？”周思觉简直快被逼疯了。沈雨眠怎么能随随便便和其他男人逛婚庆公司，还笑得一脸幸福？他这辈子都只能是他周思觉的妻子，就算离婚了也可以复婚，不能因为现在一时的失意就将他抛弃。是啊，嫂子，你跟周队是不是吵架了？以前你经常做好饭给我们送来，我们都特别羡慕周队有你这么漂亮贤惠的老婆。嫂子，听说你生病了，人不该在失忆的情况下做出冲动的判断，以后你记忆恢复，肯定会后悔的。雨眠，我们是高中同学，还参加过你和思觉的婚礼，我们都特别佩服你们的感情这么稳定。是啊，你一声不吭跑到国外做手术，还把思觉给忘了，他这一年每天都在想你。这群人七嘴八舌地说着，围观的路人也越来越多。他们窃窃私语地看着沈雨眠，眼神复杂。下一秒，商场的 LED 大屏上突然播放起一段视频，画面有些模糊，背景音很吵闹，但是依稀能看清主角就是周思觉和沈雨眠。男人单膝下跪，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戒指盒打开：“沈雨眠，嫁给我吧，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视频中的沈雨眠捂住嘴，感动落泪。男人将戒指给她戴上，抱起她的身子转了个圈：“绵绵，这下你总信了吧？”周思觉眼眸雀跃：“你和我是夫妻，我们认识了10几年，你不能因为一点小争吵就暗自离开，现在失忆就不要我了。”他的语气颇为委屈。周围看热闹的群众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不少人都劝沈雨眠回到周思觉身边，耳边的声音愈发聒噪。沈雨眠在心里冷笑，他往前走了几步，将手中的宣传册举起来：“这就是你们口中的深情好男人，在我身患脑瘤期间和其他女人举办婚礼。”图片上的周思觉搂着另一个女人亲吻，整个一层大厅的购物商场安静下来，唏嘘声此起彼伏：“嫂子，这你真的误会周队了。”有个男人急忙辩解：“那女孩得了渐冻症，最多能活2年。周队跟她举办婚礼，就是想圆她结婚的梦，没有任何杂念，纯粹就是过家家而已。是啊，也没有领证，陪一个绝症患者演一场戏罢了。嫂子，周队这件事做的是不妥，你该打该骂都随意，但不能这么草率的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吧？”这些话乍一听没毛病，可很快就被旁边的路人否定。所以真的是瞒着自己老婆和其他女人举办了婚礼，到底是真的心善，还是管不住下半身啊？演戏有必要真的接吻吗？活该被自己老婆忘记，扎出天际了还敢自诩情深。周思觉一下子慌了神，他紧紧握住沈雨眠的手：“绵绵，你听我说，这一切都是误会，我被温莹给骗了，她根本就没有得渐冻症，非要天天在我面前卖惨，我和她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急于撇清自己是无辜的，反而却证实了他背着妻子和别人偷偷结婚的事实。一开始同情他的吃瓜群众不禁露出鄙夷的眼神。沈雨眠冷嗤一声，虽然他如今失忆了，
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无非是自己的丈夫出轨，她发现后绝望离开。你真令我恶心。沈雨眠定睛看着周思觉，我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你这种人渣？忘掉你，说明命运待我不薄。如果可以，希望我们从未认识过。他冷漠地抬脚离开，仿佛多看一眼都觉得作呕。周思觉失了魂一样站在原地，眼眶又酸又胀。听见身旁看热闹的路人破口大骂他是渣男，心底有个声音仿佛在说：周思觉，你彻底失去他了。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曾经和沈雨眠在一起时的美好画面。他从火海中将奄奄一息的沈雨眠抱出来，他感激地冲他流泪致谢。他们第一次接吻，他羞红了脸，不敢看他。他参加校队篮球受伤，他担心地哭红双眼，每天都要扶着他走路，还说等几十年后他们成了老头子老太太，也要这样相互搀扶。10几年的朝夕相处，他早已习惯了，只要一回头，他就永远在自己目光所及之处。那个爱惨了他的女孩，其实对他的要求一点都不高，只要他老实本分的过日子，他们就能甜蜜到老。可他还是将她弄丢了。周思觉的视线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从眼眶中涌出。他人生的一半时光都有沈雨眠的参与，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彻彻底底失去她。是什么样子？他身边站着的男人不再是他，他会和庄怀旭结婚，组建家庭，以后还会有属于他们的孩子。周思觉低垂着头，在众人指指点点的议论声中，将面前那个宣传册上的自己狠狠撕碎。他像个疯子一样在泄愤，还咬牙切齿道：我没有要娶其他女人，我没有，这不是我。最终周思觉被商场的安保人员赶了出去。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网上，马上就有神通广大的网友扒出，周思觉就是当初从火灾中救出自杀少女的那个男人。当初那些疯狂磕两人 CP 的网友纷纷倒戈，有人找出温莹许久未发布新内容微博小号，将他过往的言论做了一个时间线，直接锤死了他破坏别人感情的事实。真不要脸！人家老公救了你，反倒勾引有妇之夫，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直接给我死，有什么脸求自己前妻回来？你现在彻底自由了呀，可以拯救无数个想结婚的抑郁症少女，去吧，没人拦着！哈哈哈，真是大快人心。好像他老婆术后失忆了，把他忘得干干净净。事发后半个月，周思觉因私生活混乱、道德问题被宁市消防分局开除。拿到解聘书的周思觉好似没有任何反应，他沉着脸离开，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失去最爱的人和热爱的岗位。他恍然间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绝望感。回到家，周思觉没有开灯，而是一瓶接着一瓶的烈酒往嘴里灌，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往下流。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喝酒，烟雾缭绕间，仿佛看到沈雨眠怒目圆瞪，斥责他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绵绵，你打我、骂我都可以，求求别离开我！周思觉一滩烂泥似的倒在地上，大脑发晕发胀。他每天都在用酒精麻痹自己。地上是脏乱的外卖盒子，还有呕吐物，屋子里臭气熏天。房门被打开，周思觉看见一抹纤细的身影在靠近。是你吗？绵绵。周思觉闻声，他狠狠眨了眨眼，看清面前人的五官，眼神顿时冷了下来。是温莹。1年没见，她变化倒是不小，乌黑柔顺的长发被剪短，整个人看起来不再是一副乖巧小白兔的模样。你来干什么？周思觉恨不得直接掐死他。滚，赶紧滚！如果没有温莹的出现，他和沈雨眠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思觉哥哥，你真的认为现在所遭遇的一切全都怪我吗？温莹嗤笑一声。自杀被你救下之后，我承认对你动了心，可你敢承认自己对我就没有一点感情吗？是我拿刀逼迫你和我上床的吗？周思觉眼眸一凛，承认吧，你其实没有那么爱沈雨眠，
你只是接受不了和他这么多年的感情突然中断。温莹俯下身来，轻轻擦去他颈间流淌的酒水。人这一辈子那么长，怎么可能永远只爱一个人？他从兜里掏出手机，将屏幕给周思觉看。这是我们的宝宝，已经3个月大了，很可爱。看着屏幕上可爱的女婴，周思觉表情僵住。那次和你说我被误诊，当时还有个好消息是我怀孕了，可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被你赶走了。温莹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神却很温柔。我不在乎网上的骂声，也不想去管身边人怎么看我。我们的女儿真的很可爱，思觉，我需要你和我一起把她抚养长大，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好不好？你疯了！周思觉没有任何喜悦的滋味，他只觉得自己离沈雨眠的距离更远了一些。倘若绵绵知道他如今还多了一个孩子，就算有天他和庄怀旭一拍两散，也轮不到他复合。雨眠姐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你也该向前看了。温莹轻叹一声，我们举办了婚礼，还有一个女儿，你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随时可以跟你去领证。周思觉眼眸中思虑着什么，半晌道：“带我去见孩子。”温莹略一惊诧，随即露出一个欣慰的笑：“是啊，哪有父亲不喜欢亲骨肉的？”他将周思觉带回自己的住处，温馨的卧室内，保姆阿姨正在给婴儿床上的小宝宝喂奶。朵朵，这是爸爸。温莹将孩子抱起来，指着周思觉说：“看爸爸多帅气呀！”周思觉死死盯着他怀中的女婴，眼里没有丝毫温度。他绝对不能让沈雨眠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一连3天，周思觉表面上都扮演着好爸爸的形象，哄宝宝入睡，夜里给他喂奶粉，换尿不湿。温莹见状，眼里流露出幸福的光芒。直到有天夜里，他醒来时，看见周思觉将宝宝身上的被子掀开，眼神森冷地盯着正熟睡的小孩。温莹心里咯噔一下，他还没发出声音，就见周思觉缓缓伸出手靠近宝宝。周思觉，你想干什么？温莹冷冷质问道。他是你的亲生骨肉，我只是看他热了而已。周思觉面色不改，这辈子只有沈雨眠给我生的孩子，才算是我周思觉的骨肉。话落，他轻蔑地盯着温莹：“你这种人生的，只配叫野种。你疯了是不是？沈雨眠早就不要你了。”温莹歇斯底里地嘶吼着，一拳又一拳砸在男人的胸膛上。周思觉握住他的手腕：“你最好消停点，别又私下背着我联系沈雨眠。如果让他知道这个野种的存在，我一定会做出让你后悔的事。”温莹死死地咬住唇，浑身战栗。周思觉没再管他，大步离开这里。他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吧，爆裂的重金属音乐灌入耳朵，辛辣刺激的酒水漫入喉咙。只待了不到10分钟，周思觉就出去了。他想起来，沈雨眠很不喜欢这种吵闹的地方，他不该来的。凌晨5点的街道冷冷清清，周思觉叼着根烟，不知不觉走到一家酒店门口。他这些天没有停止过调查沈雨眠，可是庄怀旭那个王八蛋明显早有准备，每次都会想方设法将他雇的人支走。所以此刻看见沈雨眠一个人拖着行李箱从酒店的旋转大门里走出来时，周思觉激动的呼吸都凝固了。原来他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想他。为什么曾经他躺在自己枕边的时候不懂珍惜呢？不晚，现在还不晚。她是他周思觉的女人，永远都是。绵绵，周思觉小跑上前，扑通一下跪在对方面前：“我知道你现在恨透了我，我全都改。我们之间你忘掉的那些回忆，我会帮你一点点想起来。沈雨眠，没有你我会死的，你别这么狠心离开我，好不好？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甚至可以为了你去死。”他试想过，如果沈雨眠和自己同时遇到危险，只能活一个，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活着的机会让给他。我的确犯了不可饶恕的错，可你不能直接给我判处死刑。念在我曾经救过你一次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可以吗？周思觉双膝跪地，
抬头卑微地看着面容冷淡的女人，语气满带恳求：“你为什么觉得我会恨你？”沈雨眠口吻轻飘飘的：“你刚才出现在面前，我想了好几秒才记起你是谁。我根本不恨你，即便你伤害过我，但那些伤痛早已经被空白的记忆抚平了。我那天的愤怒，处于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意识到自己曾经遭受背叛。失忆前的我或许对你恨之入骨，但现在的我并不恨你。”因为你和大街上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没区别，有谁会去真情实感恨一个根本想不起来的人？周思觉喉咙一紧，脸上的绝望更加明显。他情愿现在沈雨眠狠狠扇他巴掌，大口骂他辜负了他的真心，也不想看他是这副置身事外的轻松姿态，说出最诛心的话：不爱了，也不恨了。那他在他心中存在的分量还剩多少？见他久久没有说话，沈雨眠拖着行李箱抬脚离开。绵绵，你看这道疤痕，是我曾经救你时烧伤的。周思觉指着眉骨上方的印记，你真的把我忘干净了吗？我为你付出的一切，全不记得了吗？说着，他就拿出一把小刀，刺在眉骨上，鲜血瞬间飞溅而出。沈雨眠吓了一跳，恰巧这时庄怀旭赶过来。他立刻将他护在身后，一脸神经病似的看着周思觉。酒店的几名安保迅速赶到，拨打了110。沈雨眠、周思觉望着那两人离开的背影，笑得森冷：“我会永远纠缠你，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只要我周思觉还活着，你就别想跟其他男人在一起。”在沈雨眠坐进车里时，最后听到的就是他的那句威胁。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再一次听到周思觉的名字，竟然是一桩纵火案。国内一处居民楼发生火灾，消防队的云梯紧急扑灭了燃起熊熊大火的903室。警方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正是之前被扒出插足别人婚姻的渐冻症少女温莹。她在周思觉的酒中放了药，趁对方意识不清，将其四肢捆绑，一把火烧了屋子。温莹对此供认不讳，声称周思觉要陷害她的孩子，一时冲动做了违法乱纪的事。然而，在被刑拘期间的温莹很快得知，她的女儿和周思觉并没有血缘关系。她意外的同时，忽然想起什么。1年前与周思觉分开后，她伤心欲绝，去酒吧买醉，和陌生男人厮混一夜。哈哈哈！温莹戴着手铐，笑得满脸是泪。1周后，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周思觉终究还是没能抵挡全身90百分号的重度烧伤，全身多处器官衰竭。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绵绵，周思觉浑身被白纱布缠裹得像个木乃伊，旁观的心脏监护器的起伏越来越微弱。终于，他还是没能等来口中呼喊的那个人。在几分钟后，心跳变成一条直线。彼时，远在英国的沈雨眠正在逛一家婚戒店，庄怀旭替他戴上璀璨耀眼的钻戒，由衷的感叹：“老婆，你手指长得又细又白，戴什么都漂亮。”沈雨眠脸颊一热，他的幸福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